大家好，今天繼續為各位介紹 OpenCode TUI 的常用命令行選項以及斜線命令。首先會先介紹命令行有哪一些選項可以使用，後面再接着介紹斜線命令如何來操作。當我們在啟動 OpenCode 的時候，如果沒有加任何參數，它就會自動進入 TUI 的模式。如果我們有指定參數的話，它就會以命令行的方法來執行。要了解所有的命令行選項，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使用 OpenCode 的 Help， 這樣子就會把所有可以使用的命令行選項顯示出來了。我們來看一下範例，假設我在命令行這一邊輸入 OpenCode Help。接着它就會顯示出所有可以使用的選項，在這其中我們找幾個比較常用的命令行選項來做說明。首先就是這個 OpenCode 的 Upgrade， 如果我們想要升級 OpenCode 的版本的話，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使用 Upgrade 的命令行選項。OpenCode Upgrade 執行以後，它首先會先去檢查目前使用的版本，如果有更新的版本可以下載的話，它就會自動給下載下來。還有常用的一個功能是它的 Debug 的功能，在這個 Debug 的功能裡面可以查看很多跟 OpenCode 相關的一些設定。Debug 也有很多的選項可以使用的，有個 Config， 它會顯示所有設定好的設定檔，還有 Path， 它可以列出所有我们系統使用到的資料夾。因此，當你需要知道 OpenCode 的某一類的資料放置的位置的時候，就可以使用這個 Debug 來做顯示。可以看到 Home 啊、Data 還有 Bin 還有 Log 放在哪個資料夾，例如知道了這個 Log 的資料夾以後，就可以直接要求 OpenCode 來分析啟動時候的一些速度的問題。那另外呢，大語言模型的 Provider 還有我使用的模型呢，都可以使用 OpenCode 的命令行選項呢來把它顯示出來。還有的 MCP 的清單 MCP 如何增加，都可以透過這些命令行的選項來做操作。這個將來我們有使用到 MCP 的時候呢，再為各位來做展示。後面就是今天的重點，就是斜線命令。只要在 OpenCode 的輸入框裡面輸入了斜線，它就會彈出一個命令的面板。再輸入這個命令的部分文字，它就可以快速的搜尋到你要使用的斜線命令。到時候它就可以直接呼叫對應的系統功能。因此，你可以把斜線命令想象成是一個快速的選單，就像我們在 Discord 或是 Notion 裡面輸入斜線，它會出現功能選單一樣。每一個斜線命令都對應了一組的系統命令。首先，我先來看一下基礎的這一些斜線命令。先來看一下跟 Session 相關的這一些斜線命令。首先，我們要列出我目前這個工作區的所有的 Session 的話，就是使用斜線 Sessions。目前的工作區的 Session 要清除，要開啟一個全新的 Session 的話，就是使用斜線 New 或者是斜線 Clear， 這兩個斜線命令都可以來使用。如果要查出目前 Session 的所有的 Timeline， 也就是所有的訊息的話，就是直接輸入斜線 Timeline。另外還有一個斜線命令是 Timestamps， 因此你輸入 Time 的時候會出現比較多的選項要來選擇。我建議，如果你要使用這個斜線 Timeline 的時候，也可以直接使用斜線 Message 來快速找到要操作的訊息。那 Session 要匯出的話，就是使用斜線 Export。所有的 Session 的 Prompt 的內容，你要做壓縮的話，就是直接輸入斜線 Compact。因此，當你看到你的 Token 的用量可能超過 75% 的時候，你就可以下斜線 Compact 來做壓縮，它就會把前面的所有的上下文的 context 做了摘要的壓縮，這樣子可以節省 token 的使用量。那離開 OpenCode 就可以使用斜線 EXIT、斜線 quit， 或者是冒號 Q， 或者是斜線 Q， 這幾個斜線命令都可以來結束 OpenCode 的程式。我們來看一下範例。目前我在 OpenCode 的 TUI 裡面，我先輸入了斜線 Session。只要輸入幾個可以找到這個指令的部分字串就可以，我們再直接按下 Enter， 它就會列出你最近這幾天所使用到的所有 Session， 你就可以直接選擇要再重新執行的這個 Session， 按下 Enter 以後，它就會自動切換過去了。那在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再輸入 Timeline，各位可以看到這個還有另外一個 Timestamps 因此你輸入斜線 Time 的時候，就會需要再做一次選擇。斜線 Timeline 的時候，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Session 裡面所有你下過的 Prompt 或者是系統回應的訊息，它就會一個 message 的顯示在這個地方，就可以在這個上面移動，直接跳到某一個 message 的位置。在這個地方可以直接再拷貝訊息到系統剪貼簿，或者是從這一個 message 再另外開啟一個新的 Session。這個就是 Timeline 的用
用法。我上次有建議過，其實可以從那個 TUI.json 裡面把 message 的 previous 跟 message 的 next 呢，可以把它設一個熱鍵，這樣子你方便我們在訊息區裡面來做移動。比如說我現在要移動到上一個 message 呢，我就按下我的 hotkey， 我的 hotkey 是定義成 Alt 跟向上鍵。按往上就可以跳到每一個 message 的地方 ，Alt 跟往下就會跳到下一個 message。那這個就是跟使用這個 timeline 呢，可以達成同樣的效果，只是這邊是用選單來操作。那剛剛我們是直接用熱鍵來操作。要移到第一個 message， 我也設了一個熱鍵，就是使用 message 底線 first 就可以來做設定了。按下 Control Home 就可以移到第一個 message， 再按下 Control End 呢，就可以移到最後一個 message。这個就是 timeline 的使用。假設要壓縮 context 的內容的話，就是直接輸入斜線 compact。直接按 Enter， 它就會開始做壓縮了。壓縮就是把前面輸入一些 prompt 的內容做一個摘要，來減低 token 的數量。比如說，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我現在目前這個是 61.1K， 然後 30%。那我們使用這個 compact 呢，看看這個用量會不會降低。它壓縮完以後，這邊的用量就變成 11.0K， token 的用量就變成 5% 了。可見這個斜線 compact 是有用處的。要注意就是壓縮後就會有一些你的上下文的精細的內容會變成是匯總的內容，因此可能會有一些明確性的資訊就會丟失了。那這個就是在操作這個 compact 的時候呢，要特別注意的一點。斜線 connect 也是一個很常用的斜線命令。當我們有需要更換供應商的時候，就可以輸入斜線 connect 來連接不同的供應商。輸入 connect， 按下 enter， 在這個地方你就可以找到 provider。比如說你希望要使用 OpenAI 的 provider 的時候，你就是移動到它，然後直接按 enter， 再選擇你要連接的方式，是使用瀏覽器連接，是使用 API key 的方法去連接，它就會有對應的輸入框出來，要求輸入 key 或者是讓你點擊瀏覽器的網址。要切換所有已經授權使用的供應商的模型的時候，就是輸入斜線 model， 再按下 enter 以後，它就會出現你可以使用的這些 model。比如說我要使用最近出的 DeepSeek V4.0 那是使用 OpenCode Go， 那就直接按 enter， 它就會自動把大語言模型給切換到 DeepSeek V4 Pro。因此這個斜線 model 呢也是非常常用的一個斜線命令。當我們使用 OpenCode 做了某些檔案的修改，不想要剛剛的這一些修改的內容的時候，你就可以用斜線 undo 把剛剛的內容給整個還原。另外一個方法是使用 git restore 這個指令來對你的原始碼程式呢做一個控制。要重新做的話，就是用斜線 redo。要把所有 session 裡面的內容給複製到系統剪貼簿的話，就是使用斜線 copy， 它就會把這些內容給複製到系統剪貼簿了。這一些斜線命令事實上我們也可以來制定，這個內容有比較進階一點，後面有機會再為大家來介紹。基本上其實就是在點 OpenCode 裡面自己建立一個資料夾叫做 Commands， 然後在這個 Commands 裡面呢輸入需要的 MD 檔，這樣子就可以自己建立自己需要的斜線命令了。在我的部落格文章裡面，最後有把常用的斜線命令做了一個速查表，各位有需要的話可以參考看看。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常用命令行選項以及斜線命令。那主要就是這個斜線命令是我們在操作 OpenCode 的時候必不可少的一個使用的方法。那因此希望今天的介紹對各位在使用 OpenCode 會有幫助。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並且透過超級感謝來支持我錄製以後的教學節目。謝謝各位。